开的车，复活，不是开的飞机。再稳一点，再稳一点。不知道终点还要多久，我以为最后，其实命运握着咽喉，当喊我姓名就跟你走，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，哪怕历经战绩也一定要去拯救那未知的。不是，棒呢？棒没了，看不到了。上车！开车！开车！太诡异了，那个蚌完全变异了，攻击力那么强，居然还有触手，外壳也很崎岖。这么凶险呢？看来这个老蚌不简单呢。我以为你不会痛。你分析一下，心碱会不会在老蚌身上？从你的描述看出，老蚌的生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这和人被心碱附着之后的状态类似，所以老蚌身体里存在心碱的可能性很大。你们再去查查看。哎，知道了。我先处理点事情，啊。好了。哎，萌蛋，你发现一个事情没？什么事？我坐着好像跟你站着一样高哎。师傅，罗哥。呀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哇哦，那衣服不洗了吗？好不容易找个毯子给裹上，13000还老扒我，那么讨厌。你什么事儿啊？我饿了。幸好这儿是硬质地，老蚌过不来。哎，这得了吧？行。曹兄，你成天就知道吃，你看你像个撑子一样，还知道吃。废话，老蚌折腾我一天了，我不吃了几个街坊解解气。嗯，好吃吗？真好吃。你尝尝。怎么还有壳啊？这补钙。你们俩消停一点，消停点啊！罗振，你说那心碱真的就对那老蚌？那个心碱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问这问题啊，太深奥。先回答还是我的问题。师傅，你们这些天都经历了什么？要不这样，你给他解释一下我们这些天都经历了啥，你给他解释一下什么叫心碱。你们俩缺课的，拿着那个串儿到那边自行补课去啊。好嘞。不是，哎，你俩够吃吧？够吃。真变态。那你准备怎么办？你不是要准备收了老蚌吗？罗振，这是老蚌，它不是聘请，这是会死人的。反正我先跟你说好，这事我不参与。我还要回酒吧呢，我还没想好呢。总之，安全第一。明天再去那条水域看看吧，说不定能找到红纱的叔叔，或者……哎，注意啊，那个人又来了。13000，13000。让他去吧。可是他昨天都那样了。他可以的。好吧。你的虾。妈呀，糊成这样了，这还能吃吗？嗯。谢谢。
好吃。你这技术不错哎。这就不错了。但是你没吃过我在黑沙的烧烤，更好吃吗？你知道当时我们是怎么烤海鲜的吗？当时我们自创的方法叫黑沙岩石烧烤，那些海鲜就放在一个大石头上烤的。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唱歌，一起喝酒，那个时候真的很无忧无虑。你的同事们？我有2个好朋友，一个叫尤瑞斯，总是喜欢唱酸酸的情歌；还有一个朋友叫做青木。瑞斯听不见，大声一点。在他的家乡，有他的未婚妻，所以他每天晚上都会面朝大海，想念他的未婚妻。那个画面其实还挺温馨的。那他们现在在哪儿？你们还有联系吗？回国之后就不大联系了。陆代，明天就去湖演了，紧张吗？紧张。虽然咱们有车有设备，但是我一想到那个老棒，我就脑壳发凉。那咱们玩个游戏吧，让你放松一下。游戏规则是正反两面，是人的一方你问我问题，是赢的一方我问你问题，一人只能问一个，好不好？所谓你既无心，我便休。问一下直截了当，不比你在这纠结强，我看着都累。那我开始了。你玩赖啊？好，你问我问题吧。你喜欢我吗？陆太，我们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们继续。陆太，如果，我说如果你喜欢的人他有很大的麻烦，你还会喜欢他吗？你想说什么呢？我有很多麻烦，要命的麻烦。你的意思是，为了避免卷进这些麻烦，我得离你远远的。再或者，我先不跟你产生瓜葛，我等着，我等你把这些要命的麻烦都解决了，我再跟你在一起，是吗？你做梦呢。我是没有爱过什么人，但是我知道，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时间，就是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的时候。那些什么，等我有钱了，等我把问题解决了，等着等着就都没了。我不会等的。要是两个人相遇没能抓住对方的手，可能就各走各的去牵别人的手了。我只会等那种彼此已经有很深的感情，心甘情愿守候的。可咱们谁对谁都没到那份儿上呢。
牡丹，行，我去给红纱送点吃的。你就当我问你的问题，我从来都没问过。我们还是好朋友。月老棒会飞。牡丹，牡丹，小心地下！牡丹，倒车！这玩意儿怪了啊！我绞盘根本绞不动它。牡丹，牡丹，走！快呀！快点到！拖，狠狠给我拖，把他拖到硬质地上，看这花甲还怎么作妖。有门啊！把出水的老蚌晒在下滩。快了，胜利在望。
卡住了。哎，我们给他压底下了。压底下了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往这边来，我作死他！压下车，下车快！下车！我往这边。往我这边下。你这家伙也有今天啊，苍兄，抄家伙！哎，拿着。苍兄，1、2、水姐。什么玩意儿？放开我呀！他把血，血，我哪来的血？对，我有血。我他！你让他回壳！快去拿水！快，往这儿！让开！罗真，我感觉他还是有点问题的。多了。是好的，不吃人了。罗哥，刚说哪儿了？你跟郑博要开饭庄，有点伤啊，这么多人呢。正是。嘿，好啊。怎么好了呢？你们这儿欢迎投资吗？我想入股。我考虑考虑。空手套白狼啊！瞧，我是那样的人嘛。没钱归没钱，我有珠子呀。珍珠？哎，之前没在意啊，这里头还不少呢。那肯定啊，你也不看看那蚌壳有多大，肯定有珍珠。哎，到时候我托人收，咱们几个一人一个，肯定够分。咱都有珠子，真是哎，咱都能一块儿入股。罗哥，我在这儿干啊，应当感恩。但是你说一宿一宿的，人家喊服务员，我说哎，那也不叫事儿啊。我要当了股东，人家喊董事长，我说哎，那什么心头？服务员，哎。哎，咋了？你不觉得曹胖胖很励志吗？励志？
他呀，他兜儿比脸都干净，那珍珠能换几个钱呀？他就要入股，这叫励志吗？这叫做梦。就当是梦吧，起码他敢做梦。以前我觉得他那些梦想都是随便说说，但我没想到他真的在坚持。你看啊，说不做混子就真的不做，说要学武就真的拜师，说要赚钱就四处打工。你不觉得挺让人佩服的吗？会服的。我知道过去的事情就像泥潭一样，拖着你，拽着你。但是我觉得，只要你往前走，就会不一样。行了，你有空啊，在这儿跟我灌鸡汤，你还不如想想你自己的事儿呢。我什么事儿啊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从窦老棒回来之后，你跟小老板娘就怪怪的，不是吗？来，听听。送你啊！得罪了人，就放低姿态，送送礼物，说说好话，有那么难吗？用力点。我现在准备去看店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让郑伯后期跟您联系。好。得罪了人，就放低姿态，送送礼物，说说好话。你好，先生。想买点什么？送人还是自用啊？随便看看。这儿的都是孤品，独一无二的。我这店叫莲艳，意思是收录所有女子的香美之物。我给你介绍个好东西，这个叫合欢金，上面绣着一男一女，寓意成双成对，幸福美满。这个人怎么没有脸啊？怪吓人的。因为这个呢，是古时候未出阁的女子给自己做的肚兜，做的时候不知道男方长相，所以面目留白。等大婚之后看见男方长相了，才会不修眉眼。你可以买这个送给你的女朋友啊，让她帮你补修眉眼。不过，你要是单身，那就算了。算了，寓意不太好。盲婚哑嫁的，婚前连长相都看不出来，挺悲惨的。你喜欢这个啊？也不是。那你有没有兴趣看看我家镇店的宝贝？镇店。连书。罗刃。
果然是镇店之宝啊，这价格真不便宜。这一双叫净鞋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挂铃铛吗？为了好听。不对，它挂铃铛是为了提醒女子走路的时候要注意仪态。只有步子稳到不让铃铛发出声音，才叫真正的女子仪态。这一双叫步步生莲，走路的时候脚步起落，粉就会落下来，鞋底镂空的这朵莲花便会清楚地印在地上。走一步，便是一朵莲花。2双18万8，是1双。不过，即便有人肯出这个价格，我也不一定会卖。要等有缘人赏识。有缘的变态吗？应该是有缘的恋物怪癖者。那些研究民俗的专家除外。林小姐，你是个女人，居然对这种东西能够夸出来，这不就是古时候加在女人身上的脚镣吗？居然还像宝贝一样供起来，我看这种东西就该躺在棺材板里。罗先生，我看你是连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都没有。是，早就感觉到你想赶我走了，不用送了。罗人，10万火急，速回罗寨。咱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对吗？这能难得倒我们吗？这小小的餐饮还我手拿本掐，只要我们群策群力，不遗余力，业界翘楚一定是咱。行啊，尽点力。我支持我曹叔的梦想啊！来，我们的梦想是不是？行。第2个重要的一点，快坐，股东大会，10万火急，这着急挣钱啊！1秒钟几10万上架，快！第2项啊，咱来个名字。我这个抛砖引玉啊。说。凤舞9天。哎呦我天，太土了！我爷爷都不这么起名，真的。那我觉得这名还真不错哈。是吧，曹兄？你难得支持我。要不叫凤凰楼吧？我们是凤凰小分队。行，我觉得这个行，我喜欢这名字。那我听我师傅的。那我也听徐老板娘的。行，凤凰楼挺好的。行，那咱名字就这么有了啊！那就祝我们凤凰楼开业大吉！开业大吉！开业大吉！还有，祝我和木代这次大行动拿到成功。好嘞。虾肉。这碗都在这儿了啊，那我的任务完成了对吧？那我先走了。好。这一趟接的是严老头的活。对，这一趟给我加钱了5万起。对不起啊，我刚干完活没看见。他要开私藏的宝井，最近很缺钱吗？没有吧？他家大业大的，怎么会缺钱呢？严老头是老派的财宝人，他私藏的宝贝
都是用来救急救命的。他突然要开报警，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吧？他好像是要给红纱积累点家当。我猜想啊，是他人老了，儿子又突然死了，想给红纱急着做交代吧。干嘛干活呢？小鸡猪你什么玩意儿？那具体地点在哪儿啊？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个杨老头，我真服了他了。他告诉我在南岭，那南岭是什么地方？横跨好几个省呢。我问他，你总得给我点具体的交代吧？那位置得告诉我吧？你猜他说什么？具体位置不能说啊，这是财宝的规矩啊。那红纱帮忙，他也没透露出来什么位置。最后说叫浦寨一带，再问就问不出来了。我告诉就算了，一开始还拿南岭忽悠你。南岭浦寨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。就是嘛。袁老头这人是挺没意思。哎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但是红纱再三跟我道歉说，对不起啊，木代，我爷爷就是这样的脾气，故弄玄虚的，我也拿他没办法。我猜想，哎，他可能真的是注重规矩吧？你说是吧？木代，哎，我摸摸头绳呢。让我去找红纱要一下。执行完任务抓紧回来，后面剪彩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事儿等着忙呢。行，等我回来就开演。哎，森森，人都要走了，托付两句。我跟他有什么好托付的呀？合作愉快。这一块儿发财，注意团结。是。还有，把你的手机改成自动发送定位，1小时1次，这样我能随时知道你的位置。送你的礼物，拿着。礼物？上次你那把刀救我，给弄丢了，我有钱了，还你把新的。谢谢你。罗刃，脸书，怎么？没想到跟你打招呼啊？不打不相识嘛。这糕点特别好吃，你尝尝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你好，我是连叔，猎头连烟店的老板娘。哦，你好，我是木代。昨天罗刃来我店里挑东西，我们聊了很久。干嘛？他的品味还蛮特别的，所以我想他的朋友们应该都是群有意思的人。啊，是的，他的朋友有空来我店里坐坐，请大家喝茶。那个我们也要开店了，回头常穿我啊。好啊。好。差不多了吧？木代。关门，关门。谢谢。照顾好自己啊，走了吗？再见。大才懂当明星学武功，我生来不普通。哎，曹兄，哎呦，闪着我了，怎么了？你刚听见打雷了吗？打雷？没有啊。幻听了吧你？又出现幻象了，难道还有新的信件？
文三又看到幻象了，说明还有新的信件。神棍说不让我们落单，你和红纱要互相照应。大雨、深山、村子，指向有点不明了。接下来咱们会陆续看到幻象吧？差不多。那边有什么情况，务必第一时间联系我。别提了，红纱的手机都被他爷爷给没收了，说是规矩。我是个外人，他不好直接管我，但是我也不能太放肆。我手机都静音了，电话都是偷偷打的。那你现在在哪里啊？现在在一条山道上。他到现在还没有说吗？他老人家嘴严，我也不好硬撬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那你改一下自动定位的发送频次，从现在开始改为半小时一次。从这个定位来看，无论从哪儿走都是大山。进了山里信号不好，定位也不准。这样，你如果发现路标了，就拍张照给我，算是双保险。明白。木代，保持联系，务必小心。妈的，这什么路这是？别动气，好好开车。我跟老板商量过了，租金没问题。你等我一下，里边也够宽敞。我好像看到幻象了，现在不方便说话。是什么幻象？跟13000的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忽然看到窗外有投影，好像是个人。是男是女？古代人还是现代人？不太确定，现代人吧。能描述具体点吗？那个人什么体型？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？正面、侧面？人是站着的，一只手里拿着东西，挺长的，另一只胳膊上挎着……挎着什么？挎着个篮子。你说他还拿着东西，挺长的，是不是一把扫帚？对。你喜欢这个啊？保持警惕，等我消息。很会选地方，内外都有摄像头，人也很多，很懂得保护自己。放心，没动过手脚。无功不受禄，不收你东西。草莓我也没吃，扔了。木代，其实我对你印象挺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你功夫好，但下手知轻重，留余地，跟你打交道不累。你刀都架我脖子上了，还夸我武功好，讽刺我呢吧？说真的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有非常扎实的传统武术功底。如果较真起来的话，我应该不是你的对手。我也能看得出来，你走格斗路数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无所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是来谈落马湖的案子的吗？那我有个要求。你说。有2种人会对落马湖这个案子保持关注：亲友和凶手。3路人朝万烽火买消息，我弘毅和李坦是亲友。你呢？你对我弘毅挺了解的吧？李坦你也挺熟的吧？你找我聊可以，那你要我们全盘托出，你自己藏着掖着的，不太好吧？
我很忙哦，你要不说我可走了。你父母和你妹妹？男的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叫罗文淼，是个历史学家。叔母去世之后，他为了专心研究地狱史，带着女儿娉婷搬到了小长河。大概2年前，叔叔忽然失踪了，娉婷报了警，我也帮忙回来找。可没过多久，叔叔突然自己回来了。叔叔，爸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问他去了哪儿，他说是龙马湖。叔叔经常去外地出差做学术拜访，我就没在意。可当天晚上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叔叔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都几点了？叔叔，诺人，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直追问，可他却表现得像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就好像跟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。可能是正因为印象太深刻了，我一直有所防备，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反锁大门。叔叔，我进来了。白天叔叔外出的时候，我也尽量跟着。这是在干嘛？后来几天都很平静，我就放宽了心。可没想到，龙小大，快醒醒，醒醒！我爸他不见了。你不是反锁大门了吗？翻墙走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叔叔50多岁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连自行车都骑不好。他居然能翻过4米多高的围墙，而且我觉得那个人满头白发，应该好对付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力气如此的大。我立刻追出去，途经一条小巷，巷子里有一户着火了，里面有人在厮打。你去看了？屋里的景象很惨。李坦是不是也在啊？刚开始我以为李坦是凶手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正掐着我叔叔的脖子。你知道的，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一个画面，并不是真相，但你会仓促下结论。我知道。当时我把李坦给打晕了，叔叔就在这个时候跑了。我看到他的眼神，那种嗜血的眼神，我立刻明白是我搞错了，我叔叔才是凶手。当我追出去之后，看到他的速度和力量，那根本不是我叔叔。可他
确实是我叔叔。那后来呢？罗小刀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叔叔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啊！说话，老人，不要让我出去。平平，把绳子拿来，快！我把叔叔绑起来，先去找泥潭，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。我得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谁杀的人？抓住了，终于抓住了，抓住了。说什么？月清，终于抓住了。你说清楚！告诉你的生命。我赶着送丽潭去医院，于是把叔叔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吩咐娉婷等我回来商量。一潭误会大了，回去我跟他解释解释。我以为把人绑上，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双重保险，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已经尽最大速度赶回来了，可没想到，叔叔死了。娉婷，娉婷疯了。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许他听说我要报警，赶紧把叔叔放了出来。可法医鉴定，叔叔是自杀。那娉婷为什么会疯呢？就算目睹叔叔自杀，至于被吓疯，直到我见到了曾春娇，了解到柳树海当时发生的情形，我才意识到，娉婷也许经历了同样可怕的事情。整件事情都太诡异了。我从这个案子开始回溯，从丽潭开始查，知道了落马湖案。但落马湖案的真凶绝对不是我叔叔，他那个时候还在国外求学。后来了解到了有霍子红是好人物，然后我整合我所能寻求的一切线索。如果这是一场大戏，现在整个戏演都在霍子红一个人身上。陆丹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红姨不可能是凶手。他也许不是凶手，但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还记不记得昨晚我们在后面聊了一会儿，他上来就问道：“他没一起来吗？”那个他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当时就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到一起来呢？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我意识到我们在鸡同鸭讲，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聊的不是同一个人。他说的不是我叔叔，而是真正的凶手。他的语气让我觉得他跟凶手打过交道，于是我扎了他一下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红。接下来他什么反应，你也看到了。
想起什么了？张光华。张光华谁？张光华是我红衣在万烽火那儿背的第2个案子，他也是落马湖人，而且之前跟李亚青住过同一栋楼。后来，落马湖的案子发生不久，他就失踪了。再后来，他的贴身物件被发现在大通的颐和滩那儿，好像人是遇难了。大通。大通？地名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。刘书海翻车落水的地方。对，就在大通。对。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放哪儿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下午也没见到木袋了。行，那你再找找吧啊，哎。哎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，红衣。来啦！我这个，哎，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想祈祷一下，保佑咱们酒吧平平安安的。哎，红衣，你都来了，那你来吧。好了。怎么样？我没找到。啊？我不知道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万烽火那儿应该有底本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3起案子大致情形我都了解了，得尽快理出他们之间的关联。直觉告诉我，里头应该有条暗线。等，3起，不是2起吗？哦，对，达罗恩特尔那件事情你还不知道。哎，要不去我家，你帮我梳理一下，我给你补充更多细节。去你家？不了吧，太晚了。也行。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再联系。行。不是，你住这儿啊？那我这……冷静。这你家啊？租的，0包入住。来啊！去哪儿？房间。啊？哎，资料在我房间。哦。资料在哪儿？这里能看到酒吧啊，还能看到我房间呢。
我说这2天怎么总有一种被人偷窥的感觉？偷窥一般是不良目的，我这种叫侦查或者观察。来看资料，刘树海死前提过2个案子，一件是落马湖，另一件岑春娇没说。所以你私下向岑春娇买通了消息？这个案子发生在5年前，达伦特尔牧区冬天，犯案的手法也是先杀人，后使用鱼线。不过这个案子没人知道。没人知道。受害者被雪困住，也有狼群。这个事情就算在天在头上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几个案子从地域上看有什么规律吗？彼此距离都很远，看不出什么联系啊。时间上呢？第2起和第3起案子之间隔了3年，但是第1起和第2起案子之间居然隔了17年。然后就是媒体凶案的凶手。我始终觉得，第1起案子不是刘树海做的。第一，2起案子相隔时间太久；第二，案子发生的时候，刘树海才刚成年，怎么会突然到落马湖杀死跟自己毫不相干的李雅青一家呢？对啊，我之前一直没有头绪，直到你跟我提到张光华，很巧吧？张光华也住在落马湖，而更巧的是，张光华的遗物遗落在大通，柳树海也是在大通翻车落水的。他们2个都有一个时空交点，大通，而柳树海和我叔叔之间也有一个。柳树海是在济泉死掉的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叔叔失踪那次，我帮忙回来找。我问娉婷，叔叔离家出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结果娉婷告诉我叔叔曾经去济泉出差，回来生了一场大病。从那之后就不对劲。5年前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叔叔买错票，是我跑错了地方，阴差阳错的住进岑春娇的小旅馆。好，那好，就这样。上楼右拐，一直往里走，202房。岑春娇说刘树海住203啊，这么巧啊？就是这么巧，单双号门。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也在。经理已经报警了。抱歉。还记不记得，刘树海死的时候，背后少了块皮？岑春娇说过，他背后的那块皮形状特别规整。我叔叔也是。刘树海自大通落水之后就不正常了，你叔叔从济泉回来也开始古怪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就好像一个杀人接力游戏，前一个人死了，后一个人继续接力，再去犯案，然后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想到什么了吗？想到什么？接力赛结束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在他身边，接了下一棒。而我叔叔死的时候，他身边还有个人。娉婷。打扰一下，慢用啊。谢谢。
妹妹回来了，你干嘛去了？办事儿。啊？你这么大木袋亲自办事？不是，你看人唐僧，妖精不用他打，斋饭不用他画，连担子都不用他挑，就因为他手底下有仨好徒弟。您甭仨，哪怕培养出一个死心塌地的徒弟，你省多大心？你就是想拜师学东西吧？我行吗？哎呦，没戏！我上头有师傅，我收徒弟的事儿得他认可你。哦。哎，妹妹，那这么着，回头您给引荐引荐，是不是？我拎个点心匣子去，我这也算带一头实实。有点道理哈。但我师傅最恨当过贼的人了。我那大师兄你知道吧？大师兄。哎呦，当年他一时糊涂做了错的事儿，那个偷了人家东西还是怎么着？那让我师傅给收拾的，哎呦，家法伺候，现在还没好呢，手腿都断了。啊，像你这样劣迹斑斑的呀，真想多了。好好干活吧啊！气性也太大了。曹兄，这聪明人得看清形势。那武学是走向示威的，你就算练成了绝世高手，我一颗子弹过来，你也得谁练成了为了跟人玩命啊？瞧着床上那张纸儿，识字吗？第4步，我要成为巨星。哎呦，你还成为巨星呢？你第1步就迈错了。你不是有前科吗？你成了也是塌房艺人。你扶一把，扶！不是你这还练啥呀？啊！不要随便评价别人的梦想。哎呦，你还有梦想呢？行，那我也有梦想呢。还问我什么梦想？我的梦想呢，就是有一位颜值过硬、温柔可人的富婆从天而降。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？这许我一世安稳，免我半世流离。吃软饭呗。不是曹兄，这话怎么到你嘴里就那么的俗呢？只是多了些许金钱的元素而已。所以这才是梦想嘛。这梦一梦，想一想就行了。再说一句啊，曹兄，你有地儿睡，有饭吃，将就着活吧。不是三三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灰呀？你年纪轻轻的，眼睛里就失去色彩。我可不能跟你一样，就怕白天没什么事儿。明儿啊，我再出去打一份工，哪么扛大包呢？凭自己力气吃饭不丢人，我得让木袋对我刮目相看。呦！啊，对了，哥们儿，如果有一天啊，我这第4步要真成了，别去举报我啊。不行，要弄清真相，还是要从恒毅入手。还没睡呢。
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割皮的人应该就是终极大 BOSS 了。这人会是张光华吗？罗文淼那次也就算了，刘树海死的时候，岑春娇就在走廊里，那么短的时间，他能做到进屋、割皮、逃走，不留任何痕迹，太可怕了！这哪像人能做出来的？都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那个李坦，气死人了！啊，他呀，他怎么惹到你了？你说那个李亚青，他充其量就是李坦的女朋友呗。人为了他都搭进半辈子了，工作也丢了，开个小卖部维持生活。他居然跟我说他要把那个小卖部给盘掉，凑钱继续找凶手。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？还到李亚青坟前说：“我发誓，我一定要给你个交代。”这不搞笑呢吗？别人眼里他就是笑话，让别人都笑话他。你过分了啊！红姨怎么教你的？要有同理心，那是别人的不幸，你怎么可以在背后这么议论他呢？对不起啊，红姨，我是不该这么讲李树，但我心里有个疑问。红姨，你还记得那个罗润吗？他叔叔、他妹妹，一死一疯，他自己都是个受害者。你是说，罗润也是受害者，而且杀他叔叔的凶手跟20年前的凶手有关系？嗯，所以找到落马湖的凶手特别重要。红姨，我都看得出来你知道一些事吧？可不可以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，把能讲的讲出来？木代，你想多了。红姨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犯得着让那个万夫火去打听干什么？行了，你别问了。娉婷又严重了，不能再等了。莫代，可以给我李坦的联系方式吗？喂，我听说李坦来利息了。嗯，我现在就去见他。那你怎么没有跟他电话说清楚啊？李坦性格冲动，这么复杂的事情还是面聊比较合适。你也知道他性格冲动，我是怕你们俩还没聊上，你就被他打死了。我战斗力这么差吗？总之你们见了面先讲清楚，免得误会。哎，我要不是答应红姨陪她来庙里，我就跟你一起去了。放心吧，聊几句而已，不会出事的。先挂了，再联系。你们都知道了，我是李雅青，遇害的是霍子红，也就是我的双胞胎妹妹。她本来不该死的，死的应该是我。整件事还得从张光华说起。张光华，
我向万丰后打听过，你们之间似乎没有联系。我给张光华怀过一个孩子，那时候他是个有妇之夫。这种见不得光的事情，打听不出来也是正常。那个年代，在我们那个小地方，张光华有样貌，也有学识，还生性浪漫。他伤春悲秋，说他家庭不幸，又甜言蜜语地承诺我会为我离婚。我竟然当真了。等我怀孕的时候，他人消失了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傻。我爸妈对我非常失望。小城市嘛，闲言碎语多。为了避人耳目，他们带我去异地，把孩子给打掉了。慢点儿。头还晕不晕啊？喝点水，我去给你煮点面啊。我父亲咽不下这口气，他私下动用了关系，把张光华给调走了。后来还介绍了李坦给我认识。可是家里的气氛啊，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菜都齐了，来。怎么不动筷子呀？做的不好吃啊？爸，你要多吃点青菜。我吃饱了，你们两个吃吧，我去忙了。我很惭愧，别管他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就这样啊。有一天，吃一块妈妈做的红烧肉，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霍子红打来的。红姨，你的意思是，被拐的妹妹自己找回来了？就是被人盯上了，偷偷拐走的。后来那对夫妇出了车祸，临死之前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了他，他就搬回了落马湖，住在陈前巷。他在电话本上找到了我的电话，就试着打了过来。天哪，怎么会一模一样？我看看，太像了。天哪，一模一样。也许真的是血浓于水吧。虽然是头一次见面，但是我俩毫无隔阂，亲热的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。哎，子红，过来过来！我当时意识到，坐这儿，这是件好事儿啊，是一件大喜事儿啊，这样会彻底改变家里压抑的现状。我想着选一个好日子，把妹妹隆重的推出来，给我爸妈一个惊喜。恨死了！再然后，就到了我俩生日的那一天。走，雅青姐姐，可真漂亮，快进来吧。我还是有些害怕。没事的，快进来吧。是李坦来了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是我订的蛋糕。快进来。别紧张，你放松点，就当是自己家。赶紧把大衣脱了，一会儿啊，该忙活忙活，千万不要害怕。完了就躲那衣柜里。这样行吗？没关系。你记住，你现在是李雅琴，我是霍子红，一会儿该干嘛干嘛，赶紧去，快去啊，快去！
哦，来了。愣着干嘛呀？来，把水给我。这孩子。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你要干什么？别过来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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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过来！心里想着，不能出去，不能出去，我一出去就全完了。后来，我渐渐失去了意识，昏迷了过去。后来呢？那个人真的是用于贤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迷迷糊糊的听到他出门。当我从柜子里爬出来之后，红衣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的尸体。红衣被鱼线挂在了屋子中间。当时整个人都疯了，我捡起地上的刀就冲了出去。笑吧，我那么爱的人，心心念念的人，居然可以用那么残忍的手段杀了我，还有我的全家。我一直在问我为什么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报警了吗？没有。我之前
整个人是麻木的，我什么都没想。但是我后来，我突然就觉得浑身燃起了一团火，我就要亲手杀了他，我要亲手杀了这个畜生，用最残忍的手段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红衣，他那天晚上没有回家，去了长途客运站。我一直跟着他，买了同一辆车票，上了同一辆车。仇恨真的可以瞬间改变一个人，我居然可以那么镇定地伪装自己，跟踪尾随，一直没有被他发现。就这样2天2夜，几次3番转折，最后到的地方是大同。这个畜生做下这么残忍的事情，他还能够心安理得地去吃饭。干嘛呢？付一下钱。啥呀？着火了呀你家？水库还有3分钟泄洪，请闸口下游的民众离开。水库还有3分钟泄洪，请闸口下游的民众离开。雅琴，怎么会是你？怎么会是我？你说为什么会是我？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？你为什么要杀了我？你杀人都不放过，你为什么要杀他们？为什么？我会想杀你，我真的会想杀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说话，你说话！你这个恶魔，去死吧！
当然不是张光华的对手啊。后来体力逐渐不支，但也许是我亲人在冥冥中保佑我吧。后来，沿着边上的护栏爬了上去。我在那儿坐了一夜，也想了一夜。我没有杀人，但是张光华的死是我间接造成的。而且我一旦回去，那势必是要跟警方说明一切，那我和张光华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就要曝光。在那个年代，那个小地方，风言风语是要人命的，就连我死去的父母都会被人说闲话。天亮之后，看着太阳升起，我突然觉得老天已经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所以，你想到冒用霍子红的名字？凶手也死了，家人的仇也报了，李雅庆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。以一个新的身份重新开始是最好的安排。你都知道了张光华的结局，还想问烽火打听他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不得个准信，我心里不踏实。那李叔呢？你没有想过他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跟李坦的交往，只是为了让我爸高兴。所以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李叔，只是逢场作戏吗？那，你跟李叔也是这么说的？我看他刚才好难过，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。红姨，你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？他会觉得自己半辈子的坚守只是个笑话，你骗骗他也好啊。就是因为李坦蹉跎了一大半辈子，我不希望他再继续为我这种不值得的人浪费人生。好了，红衣该说的也都告诉你们了，我累了，你们先去吧。你也不用为李坦感到难过，爱或者不爱，掩饰不了。他总会知道真相，他也有权知道。事情好像真相大白了，但是又云里雾里的，好像对病婷也没什么帮助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呀？追杀不一定有结果，结果不一定让人满意。
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想，我也该回小山河了。嗯，也好。你陪在娉婷身边比较稳妥。很高兴认识你，下次见。穆旦，说出埋藏心里多年的秘密，整个人都轻松了。可一想到，因为我的懦弱和逃避，让那么多人陷入不幸，甚至蹉跎半生，又为这份轻松感到羞愧。红衣决定回一趟落马湖，把未尽的事做完。不用为我担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也应当有这份勇气，直面过往、当下以及未来。红衣也不让我去找他，洛人还不回消息。为什么还不给我回消息？上下情报。喂。喂，罗刃。不好意思啊，回来之后一直忙娉婷的事情，没太注意手机信息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娉婷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昨天晚上差点把护栏给掰掉，想要逃出去。啊，那么大力气啊！和我叔叔当年一样，身体机能远超常人。好在白天都没什么事情，但是一到了晚上，举止就会变得奇怪。护士刚给他打了镇静剂，现在应该没事了，护栏也加固了。那总是打药会不会身体吃不消啊？是啊，不是长久之计。但现在除了守着他，我也没有其他办法。那怎么办呀？身体有变化，
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是挺像被附身了。喂，喂，万叔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穆代。哎，记得，穆小姐。哎，先说规矩啊，在我这儿拿信息得先付钱。不是万叔，这年头客户最重要，是不是？那我红衣是你忠实客户，不是？我是不是你潜在客户？那我将来还能给你介绍客户，是不是？那面对我这个大客户，你要留住我，是不是跟我聊聊，提供点免费服务？这不应该吗？应该的。穆小姐说的极是。行。今天想跟万叔聊点什么呢？就是你不是经手过落马湖那个案子吗？你也知道这个案子疑点重重，古里古怪的。我就是想说，万叔你人脉广，有没有认识那种比较靠谱的，比如说研究什么超自然现象的专家之类的？我是想着遇事儿找专家嘛，是吧？喂，万叔，你还在不在啊？棍说，这个人呢叫沈木坤，他是个超自然现象。嘿嘿，人才。都吃脸上了，慢点吃啊。你先去吃饭吧，我替你一会儿。你行吗？你这儿？放心，休息得很好，恢复得差不多了。行。哎，你嘴唇裂了。喝水有点少了。别舔。越舔越干，喝水也没用。是吗？你带唇膏了吗？我走得急。好。你先用我的吧，待会儿我给你去买。谢谢。等一下。我不介意的。好了。谢谢。那我先去吃饭了。哦，穆代，来，吃饭，请坐。谢谢。哎呀，谢谢。这2天可多亏了你。你可不知道前2天那简直是一团糟啊！哎，罗仁在楼上呢。他看着娉婷吃饭呢。他俩兄妹感情真好。那当然了。哎，你不知道，罗仁刚到罗家的时候，范宁不爱说话。那娉婷呢，就像个小尾巴似的，他走到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。哎呀，来喝点汤。谢谢郑伯。后来呢，罗仁走了，不住这儿了，但是
他们俩的情分没变啊。有一度我跟他叔叔还想撮合他们俩呢，哎，没想到竟然发生这档子事儿啊！撮合他俩，他们不是兄妹吗？哎呦，同姓没有血缘关系，哎，叫兄妹啊，那只是随口一叫而已，随口一叫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是来帮忙的，知道吗？人罗任娉婷郎才女貌的在一起多好啊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瞧你这人，老实做事，听到没有？别想东想西的。没喝的了，别找了。哎，小楼盖的真不错啊，是不是？哎，等啊，等等，我觉得是那儿，这边再走就偏了。你看那箭头，是不是？是，再往前走过折了。走。就这儿，只能是这儿了。我给张叔先打个卡。连个门铃都没有。哎，我看不见，你往那边点。呀，看见什么没有？哎，我看见了。咱们这算不算私闯民宅啊？我也没闯进去，我这顶多就私看。说的也是。哎，有什么发现？没看见什么呀。你瞎呀？哎，我看见一木条封起来的窗户。封住的？对。哎，那木条那缝里边有个女人。那女的是木代啊？不是，肯定不是小老板娘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那种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囚禁少女？你赶紧下来，咱们报个警。哎，别，咱们都还没看清楚呢。要是弄出乌龙来了，那小老板娘还在里边，你还要不要当徒弟了？我还要不要活了？说的也是啊。那你继续观察，争取看出点有用信息。哎，我看见那悍马了。废话，罗忍呢？木代。哎，来了。怎么事啊？还看啥？如果没看错，这俩哥们儿是你店里的吧？我还看见监控。别客气，随便坐。哎。没事儿，喝点水吧。哎，说吧，来干什么来了？小老板娘是这样的，我们就是看你走了好几天了，甚是想念呢。言瞎话，麻烦尊重一下彼此的智商。这有什么不能直说的？你说，张叔很担心你。他担心我什么？这么老远的地儿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而且这又是一个底细不明的家伙，他不是张叔，他不认识你啊，他就知道你是男的，他是女的，那你们俩一起出去，那他能不担心呢？是。张叔这边呢，我会解释的。你们俩啊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别在这儿事。别啊，小老板娘，我们俩是千里迢迢跑过来，连水都没喝上一口，我就只……哎，来，出来一下，搭把手，买的东西太多了。罗任，哎，郑伯，你们是谁啊？他们是我，他们是木代的朋友，来小山河住几天。正好，
今天的羊腿肉不错，我忍不住多买了一些。哎，正发愁吃不完呢。你们来了太好了，人多热闹。哎，都把它吃掉。来，哎，我烤给你们吃啊！哎，师傅，我会弄那羊腿。您给我那种。谢谢。来，和您一块儿买菜，喝，在哪儿住吗？来，你这边，这边。好嘞，来，郑伯，来，郑伯，吃点烤肉吧。哎呦，辛苦了。你们来了真热闹，是吧？尝一尝。不是这一点活不让我们干。坐着。哎，多好。呵，怎么样？不好吃，真不好吃。郑伯，我来吧，你给娉婷送一点。好。郑伯，这个瘦肉多一点。郑伯啊，把餐具都换成纸质的，别让他再碰硬的东西了。好。这差不多了吧？好吃吗？哎，西红柿更棒。我菜色了。13000呢？拿水去了。哦，多好的羊肉啊，没那命，虚不受补，吃点就窜了。哎呀！郑伯怎么了？哎呀，不，腰！哎呀，我的腰扭着了。哎呀，没事。您要上楼是吧？我扶你。好。哎，小心点。哎呦，谢谢啊！哎呀，其实啊，都怪我。你说我看路也不小心，就把交给您了。没事，你有啥叫我就行。好，你替我拿一下啊。我不看。密码就6个0，这也太不讲究了。我们娉婷啊生病了，你小点声啊。娉婷，吃饭了。娉婷，今天有你爱吃的烤肉，来，给我。哎呀。救我！肉很嫩，你多吃点儿。救救我！哎。想什么呢？你还没睡啊？我在楼上看你在这儿，是不是吃油腻了，胃不舒服？没有，我在想娉婷的事儿。我刚才给quân叔发信息，问事情的进展，他还没回我。事情太奇怪了，估计他也很懵吧？不会吧？术业有专攻，反正我相信他。谢谢你啊！啊？谢谢你。
记得我吗？白天你是不是跟我说救命来着？好，那我就废话不多说，我跟你确认2件事情：第一，你是不是罗刃的妹妹？第二，你是不是叫罗娉婷？是，救我，放我出去！我还是得报警。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，我好跟警方说，不然我救你出去了，你跑也跑不了多远，他们还是会把你抓回来的，是不是？啊？我不是罗刃的妹妹。是吗？行，那你快点跟我说。我去给你拿热水。130。娉婷。娉婷，娉婷，娉婷。小狗蛋，你发的这个图太重要了，我一下想到了人皮上的那个图案，它有可能它不是图案，它是一种文字，上古的文字，上古的刀子。刀子。每个余县人偶的凶案现场，都有人拿个刀，难道这是辛简的杀人方式？现在的情况说明了一个问题。每次这个图案一出现，娉婷就发作。难怪娉婷疯了似的想逃出去。罗人，你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和我叔叔一样，要去杀人。那咱们寸步不离的守着他，别让他有机会出去。他要一辈子这样的。而且我觉得手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你们发现没有，娉婷，她为了逃跑，不惜跳楼，3楼那么高，跳下来，万一摔死了呢？为什么跳得那么义无反顾？你们想一想，有没有一点点的可能啊？她什么可能？我就是猜测。你们看啊，那个刘罗娉，这3个人，那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一个人死亡，心简才会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。如果娉婷一直被你们关着，心简就会觉得他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所以他就决定要放弃。那他会操控娉婷自杀？确实有这个可能。有人死了，心简才能离体。那假死呢？
假死，心跳、呼吸都要停止的。你假死一个给我看看。这也不是治本的办法。心剪离体后还会找新的宿主，就会伤及到无辜的人。咱们总不能救了娉婷，伤了别人吧？小布袋，你说的很对，我继续研究。有消息，我马上电话你。停电呀，吓我一跳。你也别气馁，凡事往好处看。咱们现在已经摸到点头绪了。木德，你受伤了。哦，你说这不用手摸，会滋生细菌。谢谢。对了，我一会儿在附近的宾馆订2间房，晚点儿你带曹艳华他们过去住。啊！13000闯祸了，你赶得走没问题，不用连我也赶吧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是一会儿有人过来修窗户，会很吵，而且你也没睡，对吧？还有，你别怪13000他们，我让他们出去住是为了安全起见。真是娉婷把我撞晕的。我这么精壮，她能把我撞晕？精不精壮的，你主要是糊涂，还吹什么10来岁混社会？你注意吧，容易让社会淘汰了你。你才被社会淘汰呢！大老远跑过来吃人家睡人家，还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，你俩挺能耐啊！小老板娘，那咱们作为守法公民，看见少女疑似被囚禁，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伸出援助之手？对，这意思罗润还得给你们颁个锦旗是吧？笑什么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都怨你，你也有一份儿。如果娉婷一直被你们关着，欣姐就会觉得她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所以她就决定要放弃。那他会操控娉婷自杀？那假死呢？假死，心跳、呼吸都要停止的。你假死一个给我看看。心剪离体后还会找新的宿主，就会伤及到无辜的人。咱们总不能救了娉婷，伤了别人吧？魏赵医生，明天你过来一趟，费用没有问题。我需要你带来全套的急救设备。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趁着娉婷睡着了，带你出来散散心，看看沙漠。等事情全解决了，再看也不迟啊。就当陪我兜兜风吧。
沙漠的晚上好安静啊。对，我特别喜欢开夜车，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一个人兜一兜，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。怕了？不是，我觉得车速是不是有点快啊？如果这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刻，你会做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罗振，前面没路了吧？啊！停车！太吓人了吧？没有，这是本地的经典项目，利用视觉误差体验生死过程。我刚才有点没准备好，再来一次呗。仅此一次，等你有心理预期了，就不好玩了。怎么样，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什么感觉？那当然是活着好啦，我可得珍惜生命，好好的活着，活到100岁。你会的。太刺激了！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，就好像是伸出一只手就能抓到一颗一样。星星离我们很远，它的光到达地球需要跋涉许多年。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，是它很多年前发出来的。比如那颗，它现在可能已经死了。照你这么一说，好像天上挂着的星星都是骸骨一样，所有的星光都是灵魂。你以前经常来这儿看星星吗？带娉婷来过。我跟娉婷没有血缘关系。我去叔叔家住，是因为我爸，他有2个老婆。2个老婆？我妈是我爸的糟糠之妻，陪他受苦，陪他创业。后来他终于有钱了，他觉得应该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。比如爱情。呸！我觉得那都是借口。后来，他终于进了门，没敢领结婚证，但是婚宴大办，比我妈家的还风光。本来日子还算凑合过，直到那个女人生了一个男孩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那一年我发生2件事情，一件事我差点被车撞死，另一件中毒，去医院洗胃。那是不是那个女人干的？电视剧里都这么说，什么为了争夺财产、摘豆什么的。我妈也这么觉得。你去哪儿？所以把我送去了叔叔家。那个时候，娉婷才4、5岁吧。她头上扎了2个辫子，她怀里抱了一个大木刀。她对我说：“小刀哥哥，爸爸说有人欺负你，你别害怕。如果他再来欺负你的话，我就帮你砍他。”罗文淼是我叔叔，